镇灵司主曾以分金术断言，淮南之地绝无真神，可我却成了这穷苦之地的唯一夜神。只因信徒临终祭拜，激活功德系统，只要有信徒上香，便能获得功德，壮大自身神魂，成就仙神。随后，我除掉了臭名远扬的邪祟，诛杀了占山为王的精怪，帮助村民们完成一个个愿望，获得了当地百姓认可，被县官正式敕封官方身份玄阳公。敕封典礼结束后，我命赤羽守卫九鹏山灵泉。赤羽，你且在此地为我守护灵泉。神君待我恩重如山，若我一直以这扁毛畜生的模样示人，怎能随神君成就金身大业？今日不化形，便成灰。小小飞禽，也想吞噬本王的道果，拿命来陪葬吧！区区残魂，也敢在本座面前作祟！赐福神通，起！五雷诀，灭！没想到这妖猴元丹如此精纯，属下赤羽谢神君赐体之恩，愿为神君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既已化形，是否获得了什么神通？回神君，化形之后，我获得了浴火飞遁和羽刃袭杀的能力，然后我的法力也提升了一大截。神君，那2个女子小妖已经安全送回去了。做得不错，以后你也可以来这灵泉修炼。多谢神君，小妖必定鞍前马后，追随神君左右。回去吧。而在他上位，坐着一名身穿紫色神官服的中年男子。此人正是此地的司主韩啸，也是传闻中王莽在司里的靠山。你就是方瑜？你说王莽战死了，在那穷山僻壤的九龙镇被一只猴子杀了。回禀司主，那九塔山的元神老齐已然化妖多年，不仅掌控毒杖，更修成了本命法宝。王师兄为了掩护属下采集硫磺布阵，孤身深入猴穴，最终与那孽上同归于尽。这便是那称霸九盘山的元神老齐。这的确是大妖的气息。但我记得司主大人曾以分金术断言，淮南北部3县一甲子内绝无真神，仅有的也不过是如辉老爷那般的山野邪祟。你手书中所提到的玄阳宫，回司主，那玄阳宫本是依循野神，却因诛灭耗子精有功，得了当地百姓的万家香火。王莽的死确实让人心痛，但一颗大妖的首级足以让我向上头交代，甚至能为下蔡县镇灵司换回一笔不菲的朝廷俸上。一处无仙气之地，竟能凭空出了一位能斩杀元神的假神，此事怕是不简单。方瑜，你先下去疗伤，至于那玄阳宫，本司自会派巡查使前去核实身份，
若真是正神，便许他个正式名分；若是有意，方宇倒退着走出大殿，背后已被冷汗浸透。能破了分金术的预言，这玄阳宫身上定有夺天地造化的重宝。王莽，你死的倒也值了。下蔡县镇灵司藏经阁，方瑜在一排排落满尘埃的古籍中疯狂翻找，指尖掠过无数泛黄的纸张。他在灵泉水底看到的那些符文，如复古之居般刻在脑海中。终于，在一本封皮残破的禁忌宗派录中，他找到了那个令空气都为之凝结的标志。找到了，幽冥神教，这帮消失了数十年的疯子，竟然还没死绝。刘家村玄阳宫庙，方瑜一路快马加鞭，风尘仆仆地闯进大殿，而一旁站立着的红袍青年，化形后的赤羽，目光如炬，让方瑜心头不由一震。上仙，那口石棺的来历查清楚了，那是幽冥神教的手笔，石棺上的标志绝不会错。幽冥神教，细细说来。此教极其隐秘且狠辣，最擅长炼制名为汉札幼体的凶物。上仙在水底看到的石棺女尸，根本不是寻常尸首，而是被作为煞胎封印在灵脉之中的祭品。他们故意将煞胎沉入灵泉，企图借助灵泉阴阳交替、转灵为杖的瞬间，通过煞胎作为容器，让教中妖人的残魂借尸还魂。若非上仙施展驱邪神通强行移走石棺，再过一段时日，这方圆数里恐怕会化作一片焦土。怪不得那白猿对此关无可奈何，原来是涉及到了灵魂夺占的阴谋。看来这九龙镇的安宁只是暂时的。丁，检测到宿主破坏幽冥神教还魂大计，已引起该组织追魂使的注意，触发连环任务，神谕未到，彻底值1500，随机旋击神通一次。那石棺黑气被本座清除了，那幽冥神教必定会派人前来查看，届时你便将人引到我这儿来，本座要好好看看这幽冥神教的斤两。是，上仙。下蔡县午夜，一股阴冷的寒风穿过城门缝隙，原本守城的衙役猛打了一个寒战，却没发现两道如鬼魅般的黑影已悄然越过城墙，随后两道身影落在城内。这两人身披绘有白骨莲花的黑袍，这正是幽冥神教的追魂双使。邪隐阵在这里断了，老齐那个废物丢了灵泉不说，连圣教的煞胎都没守住。哼，在这下蔡县，能杀老齐的只有镇灵司那帮秃庸。去查查，看谁最近拿了元神的赏功。镇灵司分部内，方瑜正借着油灯翻阅公文，他胸口那枚金色的鲤鱼鳞片忽然微微发烫，那是他此前为玄阳宫办事时留下的感应。几乎同时，一股刺骨的湿气锁定了他的房间。贵客既然来了，又何必躲躲藏藏？镇灵司的小道士，你身上有圣教煞胎的气息，说，石棺在哪儿？方瑜心中一紧，但他想起玄阳公此前的交代，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鱼儿上钩了。石棺被那刘家村的野神抢走了，他那属下赤羽吉凶，连王莽师兄都死在他们手里。哼，野神，不会又是哪个乡下来的精怪吧？小道士，你若能带我们寻到石棺，我们兄弟可饶你一命。是，小人这就为两位大人带路。九龙镇刘家村山口，追魂双使在方瑜的指引下，马不停蹄地赶往刘家村的村庙。然而，当他们踏入村口范围时，原本稀薄的雾气瞬间变得粘稠，甚至带上了一丝淡淡的神性威压。不好，这里的气场不对，有人在改变地脉。
本座玄阳，你们就是那邪教之人，哪儿来的野神？乖乖交出石棺，拜入我教门下，我们还能饶你一命。神君，跟他们废什么话啊？剑来！破！我来！霎时间，两道黑影如秃鹫俯冲，自空木林间激射而出。追魂左使五指成爪，漆黑的指甲在虚空中划出5道幽绿的火芒，直取方瑜咽喉。一道赤红的火光从后方炸裂开来，挡住了这次攻击。孽障！尔等也配在神君面前放肆！周身妖火再次暴涨，他像是一颗流星，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密集的拳影如暴雨般倾泻而下，每一击都震得古盾裂为密布。方瑜，退后3步，刺其左肋下3分。看招！你的路到此为止了，有点意思。去祭奠那口石棺里的冤魂。神君有旨，留下你们的首级。见同伴受挫，追魂又是自知不敌，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黑血洒在骨盾上，企图发动血盾之术逃离。在本座的地界，你跑得了吗？魂天刀法，断江。追魂诱使，你逃不掉的。你的路到此为止了。雾雷绝翅。一切都结束了。战斗的硝烟逐渐平息，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赤羽收回妖力，面不红气不喘地走到那2堆灰烬旁，嫌恶地用脚尖踢了踢。神君，这2条走狗身上倒是带了不少稀罕玩意。神君。幽冥神教令：追魂使轻启，煞胎已至九盘山灵泉，其内圣女残魂，乃素心宗历代守护之秘。此女魂魄中刻有素心玄经之核心真意，
务必确保尸气在3月内侵蚀其灵智。待7月半鬼门开始，长老将亲自降临，以此圣女炉鼎为引，夺舍而生。届时，淮南之地将再无正道，唯我圣教独尊。若有阻挠者，无论是官府还是野神，格杀勿论。素心宗圣女，那可是曾经的大派啊，竟然被他练成了杀胎。他们谋划的不仅仅是这口棺材，而是整个淮南的气运。既然信里提到了格杀勿论，那本座便在这里等着那位所谓的长老，看看到底是他的借尸还魂术厉害，还是本座的灵刀更锋利。九盘山的夜色愈发深沉，原本笼罩在灵泉周遭的阴森之气被玄阳宫那一刀彻底劈散。清冷的月光洒在石棺斑驳的纹路旁，赤羽正神色肃穆地立在一侧，守护着正在闭目调息的玄阳宫。就在此时，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击杀幽冥神教追魂使2名，保卫神域安宁，完成连环任务阴影下的反击，奖励功德值1500点，完成隐藏成就侠教克星，额外奖励功德值800点，当前功德值总计5490点。此前斩杀白猿老齐，也不过得了600点功德。看来这邪教妖人的因果，远比山间惊幻要重得多。丁，宿主功德值突破5000点大关，系统商城已自动升级，特别奖励玄级神通通幽，通幽上通神明，下达幽冥，可越过肉体藩篱，直接沟通残魂灵体，并能强行介入目标之神魂梦境。先前忘气也只亏得模糊人影，如今这也是一扇通往残碎记忆的大门。赤羽、方瑜，本座要施展神通进入此关梦境，尔等务必守好肉身。神君放心，属下即便粉身碎骨，也不让外物惊扰神君神魂。方瑜一时神情肃然，紧握青色长剑。小人定当竭尽全力。玄阳宫盘膝坐于石棺之前，右手轻扣在刻满符文的棺盖上，一缕金色的神魂之力渗透而入。刹那间，玄阳宫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眼前的灵泉山林尽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漫无边际的飞雪。这是一片死寂的世界，在白茫茫的雪原中心矗立着一座已经崩塌了大半的汉白玉牌坊，牌坊上面隐约可见“素心”二字。牌坊之后是一名女子，她身着一袭圣雪的白衣，却被无数漆黑的锁魂链死死钉在残垣断壁之上。那些锁链上不断有暗红色的血光流转，那是幽冥神教种下的失火诅咒，正在一点点蚕食她最后的灵智。那女子缓缓抬头，原本空洞的双眼中浮现出一抹震惊。你是何方神灵，竟能入此幽冥死境？本座玄阳宫下蔡县九龙镇之神，你便是那素心宗的圣女。女子露出一抹凄然的笑，宛如寒冬中绽放的腊梅。素心宗早已在3年前便在那场血海中覆灭了。我叫苏清寒，本该在那日便身死道消，却被幽冥神教那帮妖人囚禁魂魄，炼成这煞胎。他们想用我的魂魄作为载体，去承载邪教长老的残躯。玄阳宫，你若真是此地正神，求你杀了我。杀了你，并非本座的行事准则。玄阳宫抬手，指尖凝聚出一道清纯的神力，那是神通驱邪的进阶运用。本座杀了2名追魂使，从他们身上截获了密信。你想必知道，你的魂魄中藏着幽冥神教势必夺得的东西——素心、玄经。那是家师临终前刻入我神魂的，若被那妖人长老夺走，配合其邪功，淮南境内将化为人间地狱。苏姑娘，本座且问你，若本座能保你神魂不散，
并助你脱离这石棺禁锢。你可愿协助本座对抗那即将降临的邪教长老？我在这黑暗中沉沦了数千个日夜，从未想过会有一位野神敢正面硬汉幽冥神教。你疯了！那长老乃是大鬼神位位的强者，纵然受此方天地压制，其实力也远非那白渊之流可比。哼，在本座的神域，哪怕是神龙也要盘着，恶鬼也要跪着。你只需回答本座，愿还是不愿？这便是素心玄经的残卷，我愿意将其献于神君，只求神明若势不可济时，能亲手毁掉我的残魂，莫让我成为那妖人的躯壳。玄阳宫接住那枚玉简虚影，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获得玄级顶阶功法残传素心玄经，检测至其蕴含纯净自然灵气，可大幅提升宿主法力纯度，是否立刻参悟？苏姑娘，且在石棺中静养，本座这就为你加持神力封印。短时间内，那些小鬼莫想再通过尸气侵扰你。玄阳宫盘膝，坐于青石之上。自获得玄级顶阶功法素心玄经残卷后，随着经文运转，他原本因杀伐而略显暴力的法力，在素心真意的洗礼下，逐渐变得圆润空灵。灵光法香隐隐透出一股通透的琉璃之色，神魂之中通幽神通与旺气神通交织，让他对这方天地的掌控愈发的心应手。玄阳宫的法力纯度提升了不止一筹，连带着辖区内的草木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神性辉光。与此同时，下蔡县城门口原本喧闹的街道瞬间变得死寂，一队骑着赤火鳞马、身着经文黑袍的铁骑破雾而来，马蹄声如雷鸣。队伍中央是一顶由4名壮汉抬着的黑缎大轿，轿帘未动，一股沉重如山的威压已先一步笼罩了整座县衙。轿中坐着的正是镇灵司总部派来的巡查使魏长庚。下蔡县令于群额头冒汗，躬身立于路旁。下官于群参见巡查使大人，不知大人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哼哼，于县令，本使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一位能杀大妖、斩邪徒的玄阳宫，连本使麾下的神官王莽都死在了为国捐躯的路上。县衙内堂烛火摇曳，魏长庚高坐首位，手中把玩着方瑜呈上去的追魂双使玄铁令，那双鹰隼般的眸子死死盯着阶下的方瑜。方瑜此时后背已被冷汗浸透，但他脑中飞速转动着玄阳宫此前的交代。方瑜，王莽虽然跋扈，但分金术探过，此地并无真神。你在这封所谓的捷报里，把那野神夸得天花乱坠，莫不是你杀害同劳、勾结邪宿、编造出来的谎言？大人明鉴，借小人100个胆子也不敢欺瞒总部。王师兄确实是死于邪教伏击，若非玄阳宫险胜相救，小人此刻也已化作九麻山的一捧枯骨了。险胜？区山野祭祀的小神，也配称险胜？大人有所不知，那幽冥神教此番的大举出动，并非为了区九旁山，而是为了素心宗圣女的残魂。此言一出，原本气定神闲的魏长庚猛地站起，周围的桌椅被他周身爆发的气浪瞬间震碎。你说什么？素心宗？当年那个被灭门后失踪了圣女的素心宗？那残魂现在何处？神君果然料事如神。回大人，
那幽冥神教想将圣女炼成煞胎，以此引诱长老夺舍，重建邪教根基。此等大事，邪教定然布下了天罗地网，仿佛用尽全身最后的一丝力气。如今，那盛放残魂的石棺正被玄阳宫镇压在灵泉之底。若能夺回圣女，那便是天大的功劳。但这玄阳宫为何要配合本使？方宇，那玄阳宫此举何为？玄阳宫乃此地正神，只求保一方百姓平安，不愿卷入朝廷与邪教的血雨腥风。他托小人转告大人，圣女残魂失祸非福，若镇灵司有能力带走，他愿意配合，只求大人能在朝廷面前为他证明。好一个玄阳宫，倒是个识时务的。方宇，你明日带路，本使要亲自去那九堂山看看。若残魂是真的，保他金身果位；若是假的，哼！小人遵命。定不负大人厚望。走出县衙大门，方瑜抬头看向星空，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他知道这把巡查使的利剑已经被玄阳宫引向了那即将降临的幽冥神教了。下蔡县通往九盘山的官道上，旌旗猎猎，魏长庚端坐于黑缎大轿之中，四周是20名骑着赤火林马的镇灵司铁骑，蹄声如雷，踏碎了山间的清晨。方瑜纵马紧随其后，心中却如悬重石。就在车队行至九盘山脚，距离灵泉不足3里之遥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一股诡异的灰云笼罩，阴风自林间倒灌而出，带着刺鼻的尸臭与硫磺味。戒备！轿内传出冷哼：“哪儿来的邪祟，敢劫本使的驾？找死！”轿帘无风自起，魏长庚身形如大鹏展翅，凌空虚踏。他掌心翻转一枚散发着灿烂金光的镇灵印，轰然砸下，将漫天阴风生生震散。然而烟尘散去后，道路中央出现了一尊黑白3瓣的法袍黑影，正是阴阳法王。在阴阳法王身后，白骨冰刃的幽冥死士正从虚空中缓缓浮现。镇灵司的走狗，此地石棺乃我教圣物，留下残魂，魔法我允你一个全尸。幽冥神教的余孽也敢在此犬吠！众铁骑听令，皆诛邪剑阵，杀无赦！20名铁骑齐声怒喝，手中弩箭齐发，剑簇上包裹着淡红色的破邪灵烈。阴阳法王长幡挥动，暗绿色的尸火化作一道火墙。一时间，官道的正气剑雨与幽冥的邪火碰撞，轰鸣声震彻九霄。方瑜见机不妙，虚晃一招退入林间，手中暗暗掐诀，那是与玄阳宫联络的神符。一道火红的残影自悬崖上一跃而下，人未至，炽热的妖力已将方圆100米的枯叶分为灰烬，化形成人的赤羽稳稳落在战场中心，眉心火焰纹章，流转着淡淡的金芒。赤羽目光犀利，神君有旨，九坡山乃玄阳神域。命我前来诛杀邪祟。赤羽双拳猛地对撞，周身燃起滔天妖火，每一拳轰出都带着霸道神力。一侧的3名幽冥死士也被赤羽随手击败。魏长庚目光阴锁，这就是方宇口中那个野神的随从，竟已化形成人形。看来那玄阳宫当真得了大造化。九盘山巅，一道刺目的金光冲天而起，玄阳宫经身法相跨越5里距离，瞬间降临在官道上空。这就是那玄阳宫，好强横的神性威压！玄阳宫在虚空中对着下方的幽冥死士群一指：“五雷绝！”随后便听到轰隆一声，数道水桶粗细的雷电自晴空劈下，雷电精准地轰击在阴阳阵法的阵眼之上，雷光所过，势火熄灭，数十名幽冥死士瞬间灰飞烟灭。玄阳宫的身影自虚空中凝视，
他右手一招，那柄煞气逼人的黄棘灵刀发出一声嗜血的清鸣，落入掌中。阴阳法王惊恐咆哮：“你这山野野神，竟敢插手圣教大事，找死！”法王喷出一口黑红色的本命精血，长幡上的符文瞬间转为血红色，化作一尊数十丈高的白骨魔像，扑向玄阳宫。玄阳宫面不改色，冷冷地注视着这尊邪物。邪祟，终究是邪祟。这一刀，玄阳宫倾注了素心玄晶洗炼后的精纯神力，紫色刀芒划破长空，带着斩断江河的决绝意境。原本不可一世的白骨魔像，在接触到刀芒的刹那，便被其上附着的恐怖煞气强行瓦解。阴阳法王面色惨白，想要发动血盾逃离，却发现四周的空间已被玄阳宫的震慑神通强行锁死，灵魂如遭重锤击打，动弹不得。玄阳宫步履如山，斩！灵刀划过，刀锋轻盈地透过了阴阳法王的身躯。这尊称霸一方的邪教法王瞬间倒地，玄阳宫挥刀入鞘，动作干净利落，仿佛只是随手拍死了一只苍蝇。随着法王的伏诛，原本密集的幽冥死士瞬间散作阴影。魏长庚带着残余铁骑上前，目光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位金光笼罩的野神。方瑜则机敏地冲上前去，在阴阳法王的残躯中搜寻。片刻后，一封泛着湿气、由人皮铸制的密信呈到了玄阳宫面前。玄阳宫接过密信，望气之下，字里行间渗出淡淡血光。果然，你们谋划的不仅仅是这一方水土，以圣女为炉鼎，强行建议幽冥长老真身降临，真是好大的后口。信中内容极其骇人，揭示了幽冥神教试图通过圣女炉鼎接引更高阶位格的长老真身降临的阴谋。官道之上，雷霆余威尚存，20名镇灵司铁骑如今仅余半数，个个面色惨白，勒马不前。魏长庚呆立在破碎的黑缎轿旁，原本平整的长袍已被劲风撕裂数处。他看着地上的深坑，他心中那份作为朝廷巡查使的傲慢，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下才镇灵司巡查使魏长阁，谢过玄阳宫救命之恩。先前我有眼无珠，冒犯神君，万望神君恕罪。玄阳宫收敛了漫天金光，身形自半空缓缓落下。他并未看向魏长庚，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九盘山深处。玄阳宫语气冷淡，却透着威严。魏巡查，请起吧。本座保这方土地，杀邪祟是职分，救你不过是顺手而为。倒是那邪教密信中所言之事，牵扯甚广。你既然来了，便随本座去灵泉边看个究竟。方瑜连忙上前，一脸崇敬。魏大人，神君心怀慈悲，那史官确实邪门的紧，若无神君镇压，后果不堪设想。在赤羽的引领下，一行人穿过曲折的山路，向九盘山核心地带进发。魏长庚跟在后方，越往里走，心中越是惊骇。这里的山水草木似乎都带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灰。原本狂暴的灵气，在跨入某一界限后，变得极其温顺且精纯。魏长庚是修行中人，他能感觉到体内的功法竟不自觉地加速运转，这分明是由于神域规则加持后的洞天福地之兆。魏长庚心中暗叹，这分明是洞天福地之兆。一尊弱小家神，竟能将荒芜山脉改造成如此神域。这玄阳宫的真实实力，恐怕早已触及了地方府神的门槛。方瑜此言不虚，此等人物只能招抚，绝不可为敌。转过一处陡峭的崖壁，前方一潭如碧玉般无瑕的泉水映入眼帘，正是那口被玄阳宫疏通后的灵泉。泉水中心翻滚着晶莹的浪花，源源不断的灵气自泉底喷涌而出，化作薄雾缭绕在四周。而那口饱受争议的石棺，此刻正稳稳地停放在灵泉岸边的一块平坦巨石之上，棺盖上布满了暗红色的诡异符文，哪怕在烈日下，依然散发着丝丝沁人心脾的寒意。魏巡查，这便是幽冥神教梦寐以求的煞胎。此前本座以通幽神通入梦，并且本座以通幽神通入梦，确认其内封印的确实是素心宗圣女苏清寒的残魂。魏长庚壮着胆子走近几步，他尝试用神识查探，却被一股刚正不阿的神力弹了回来。透过石棺的缝隙，隐约能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女子叹息声。
那声音中蕴含的凄凉与纯净。魏长庚面色凝重，果然是阴阳极煞，幽冥神教这帮疯子，竟想用灵泉的阴阳转异之力，强行将圣女的纯阴之魂炼成承载长老残躯的肉壳。玄阳公，此物若留在下台，定会引来邪教不计代价的疯狂反扑。玄阳公负手而立，目光如电。反扑？本座既然接下了这桩因果，便没想过退缩。魏巡查，本座可以配合镇灵司共同护卫此魂，甚至将来助其重塑神识。魏长庚闻言，立刻明白了玄阳公的言外之意。他深吸一口气，神君神威盖世，救民于水火。对着玄阳公郑重议议。等此件事了，下官回城后，定当联名县令于群，火速上奏司主与朝廷，请求正式斥陈神君为下台护国玄阳公，享北部3县世代香火，地位等同于正5品朝廷命官。丁，检测到宿主彻底收服朝廷巡查使，获得官方权威认可，完成主线任务证明之路，奖励功德值2500点，当前总功德值7990点。由于宿主威名远播，玄阳公封号获得精力加持，解锁神域扩张功能，辖区范围扩大至方圆20里。他看向石棺，脑海中忽然想起了苏清寒虚弱却清晰的声音：玄阳君，谢谢你。此人虽贪，但其身上的官服代表着龙气，能暂时压制石棺外的邪祟感应。请君务必保重，长老的真身比你想象的还要恐怖。苏姑娘放心，本座在这灵泉边为你留一处净土。魏长庚看着神色变幻的玄阳宫，从今日起，这下蔡县的天真的要变了。九盘山巅，灵气如怒潮般在玄阳宫周身激荡。他负手立于崖畔，俯瞰着方圆20里的辽阔辖区，心中沉静如水。斩杀阴阳法王之威，加之巡查使魏长庚的臣服，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功德。他微微和目，意识沉入那片浩瀚的系统商城之中。此刻的功德总值已达到了惊人的7990点。玄阳公心中默念：系统开启神域建设模式，兑换玄阳神宫主体建筑，升级9盘灵泉禁制，并换取阴阳混元大阵。随着2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整座九盘山发出了沉闷的轰鸣声。原本简陋的山间屋舍，在一道耀眼的金色神光中轰然崩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依山而建、气势恢宏的宫殿群。琉璃瓦在阳光下折射出如梦似幻的紫金光芒，主殿上方玄阳神宫4个大字，蕴含着凛然不可犯的神威，那是系统赋予的规则之力。寻常邪祟只需望上一眼，便会神魂俱灭。神域建设清单：玄阳神宫地基初步，耗费功德2500点。神居之所自带辟邪静心加持。阴阳混元大阵耗费功德3000点，以灵泉为阵眼，八卦镜为阵心，笼罩方圆20里。神域显圣法像耗费功德500点，可使法像跨越辖区，显化于信徒梦中或庙宇之上。灵泉之畔那柄黄金灵刀被玄阳宫掷向泉眼中心，与其一同悬浮的还有那块从白猿老七手中夺来的黄铜八卦镜。随着阴阳混元大阵的激活，一道黑白相间的太极光幕自灵泉升起，迅速向整座九盘山脉蔓延。石棺内的苏清寒原本受惊的神魂，在这股温润且浩瀚的中正之气安抚下，竟渐渐平复了下来。神君，这阵法竟然完美融合了此地的阴阳转异之气。以此阵镇压幽冥长老，除非真身降临，否则绝无可能感应到我的方位。这只是开始。苏姑娘，你且在阵中温养。玄阳公对站在身旁的赤羽吩咐道：赤羽，传本座谕令给刘父和方瑜，开启朝圣之路，官民共济。翌日清晨，九盘山脚，刘家村村长刘富、毕家岗村长毕大磊，以及周边数个村子的百姓，在魏长庚和方瑜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涌向山口。由于玄阳宫此前展现的神迹，
这些原本是九盘山为禁地的村民，此刻脸上写满了狂热与虔诚。刘父老泪纵横，跪在白玉阶前。苍天有眼，玄阳显灵，将这妖山化作了仙山啊！乡亲们，叩首！数千百姓齐齐跪拜，其势如排山倒海。随着众人参拜，无数道肉眼难见的金色信仰之力自他们头顶升起，如百川归海般汇入山顶的神宫之中。此时，神宫大门洞开，化形成人的赤羽威风凛凛地立于殿前，其散发出的强大气息让魏长庚心中又是猛地一跳。赤羽声音响彻云霄：“神君有旨，凡心诚者，皆可入宫礼拜。灵泉之水，赐予老弱病残，洗礼百病。”当百姓们走进恢宏的神宫大殿，看到那尊高耸入云的金身法像时，原本细小的议论声瞬间消失。玄阳宫的身影出现在法像之上，他浑身散发着琉璃色的光泽。本座玄阳受敕封为下蔡护国之神，尔等安居乐业，本座自保此地风调雨顺，邪祟不入。玄阳宫抬手挥洒，一束束蕴含着素心玄晶、生机能量的神光在大殿内散开。那些身患顽疾的百姓，在神光洗礼下，无不感到如沐春风，病痛顿消。站在人群后的魏长庚彻底看呆了，这种规模的信仰反馈，这种举手投足间的改天换地，这哪里是什么弱小家神，这分明是以得天命眷顾的真神降世。大人，这就是您要证明的下蔡护国公。您看，这敕封是不是该再往上提一提？正五品，不，如此神威，本使定要保举神君为从四品，淮北灵应显圣宫。九盘山巅，玄阳神宫内金光璀璨，随着万民朝圣的愿力如潮水般汇聚，大殿上空的信仰之气已浓缩成肉眼可见的金色祥云。玄阳宫端坐于神座之上，双目微闭，神识正引导着这股浩瀚的众生愿力灌入下方的灵泉之中。灵泉岸边，那口石棺已被符文禁制重重包裹，石棺内苏清寒的残魂在素心玄晶的护持下，正散发出莹莹的微光，贪婪地吸收着涌入的信仰与灵气。苏姑娘，众生信礼乃是这世间最纯正的功德，本座今日便借着万民香火与灵泉造化，为你重塑道虚。赤羽、方瑜，随我护法。遵神君法旨，纵使天崩地裂，属下也绝不退缩半步。属下遵法旨。玄阳宫猛地睁开双眼，双手飞速结印，悬浮在泉眼上方的黄铜八卦镜射出一道浑厚的阴阳二气，直抵石棺中心。轰！石棺轰然炸裂，却未有碎石飞溅，而是化作了无数飓粉。在灵泉与信仰之力的包裹中，苏清寒那近乎透明的魂魄缓缓升起，无数金色的丝线自虚空中延展开来，以此前石棺内的煞胎精华与灵泉灵力为骨架，正迅速织就一副完美的躯体。苏清寒神魂颤动，这种感觉是生机的味道。多谢神君再造之恩。然而就在此时，九盘山上空原本祥和的云层瞬间被一股压抑的铅黑色所取代。这是天道之威，逆转生死，重塑肉体，本就是违背阴阳常理之事。魏长庚面色惨白，踉跄后退。这是化形天劫？不，比那更恐怖，这是由于逆天改命引发的天发雷火。玄阳宫法身凌空，冷哼一声：“在本座的神域，天也要看本座的脸色。”赤羽，拦住第一波！赤羽怒喝一声，身形化作一道红芒冲向云霄。他周身燃起滔天妖火，与第一道落下的雷霆狠狠撞在一起。砰！赤羽闷哼一声，自半空坠落。但那道天雷也被他这一枪之威强行削弱了大半。紧接着第二道、第三道紫色雷霆如怒龙下凡，直劈神宫主殿。玄阳宫神色冷峻，右手虚空一招，
那柄缠绕着紫色刀芒的黄级灵刀落入掌中。混天刀法，断香阵。玄阳弓横刀劈向长空，紫色刀气夹杂着煞气，与素心玄经的神力化作一道巨大的半月形屏障，将下坠的雷霆生生截断在神弓之外。他左手施展五雷诀，以雷克雷，将残余的雷火之力悉数导入脚下的阴阳混元大阵之中。在这恐怖的雷火洗礼下，苏清寒的躯体不仅没有受损，反而被淬炼得愈发无瑕。原本冰冷的煞胎气息被天雷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纯净到极点的素心真气。最后一波雷霆渐渐散去，漫天黑云如雪消融。他周身萦绕着淡淡的仙气，眉宇间少了一份凄凉，多了一份灵动。他虽然失去了曾经的圣女位格，却以一种全新的灵体化生形式重获新生。苏清寒参见神君。自今日起，清寒愿作为神宫之灵，生生世世追随神君。玄阳宫感受到神域内的灵气，竟然再次拔高了一个档次。丁，检测到宿主成功为素心圣女重塑道躯并抵抗天罚。由于苏清寒正式归顺，神宫开启双灵护道模式，奖励功德值3500点。宿主品阶获得晋升契机，请及时闭关。好，幽冥长老，你苦心经营的煞胎，如今成了本座的护道人。不知你得知此事，会是何种表情？千里之外，大怀国极北阴寒之地，一处由万千枯骨堆砌而成的幽冥地宫内，猛然爆发出一声撕裂苍穹的怒吼，那吼声中蕴含着浓郁的死气，震得地宫上方的黑色岩层纷纷崩裂。地宫深处，一名枯坐于血池中央，周身被无数冤魂环绕的黑袍老者猛地睁开双眼，他的双目呈现出诡异的惨白色，瞳孔中映照出的正是苏清寒在九盘山灵泉边重塑道躯，彻底脱离世关禁锢的景象。玄阳野神，竟敢坏本座正道大毁神之根基！本座耗费多年心血炼制的煞胎，岂能为你做了嫁衣？长老猛地喷出一口暗红色的本命精血，双手飞速结印。多行邪咒，既然本座得不到，那便让这整座下蔡县化为人间炼狱。与此同时，下蔡县城内，原本因为魏长庚归京报功，百姓朝圣而沉浸在一片祥和氛围中。然而正午时分，天空忽然变得阴沉，一层淡淡的红雾不知从何处升起，迅速笼罩了整座县城。原本在市集穿梭的百姓，正在衙门办公的官差，甚至是守城的士卒，在吸入这红雾的刹那，双眼皆变得赤红如血。鱼群县令惊恐地看着窗外，怎么回事？这些百姓为何互相撕咬起来了？一名原本温和的衙役，此刻竟狞笑着拔出佩刀，砍向了身边的同僚。这咒法以人心中的贪嗔痴为引，一旦引爆，便能将满城百姓化为只知杀戮的行尸走肉，且每一条生命的凋零，都会为远方的长老提供一丝精纯的血祭之力。九盘山巅，玄阳神宫内，玄阳宫猛地站起身，原本平和的神色瞬间被一股凛冽的杀气取代。通过望气神通，他看到下蔡县上空原本升腾的万民香火愿力，正被一股浓稠如墨的黑色节气所取代。贼子耳敢！赤羽、清寒，随本座镇压邪咒。说完，玄阳宫身形一晃，法身跨越虚空，玄阳宫瞬间降临在下蔡县城上方。他低头望去，只见街道上血流成河，哀鸿遍野。玄阳宫威严低语：通幽神木，定魂。玄阳宫施展新得的通幽神通，双目射出2道幽紫色的光芒，直接穿透了红雾，锁定了那隐匿在虚空中的诅咒根源。他右手虚空一握，那柄萦绕着紫色煞气的黄级灵刀落入掌中，刀身上的黑蛇虚影发出了愤怒的咆哮。混天刀法，碎虚。玄阳宫凌空挥出一刀，而是化作无数细小的刀气，这些刀气精准地劈在那些被诅咒控制的百姓头顶，却不伤其皮肉，而是直接斩断了连接在他们识海中的夺心红线。苏清寒此时也飘然而至，他重塑后的道躯散发着淡淡的素心真气，素心照影，诛邪退避。素心玄经中的静心咒法化作漫天青色花瓣落下，
与此同时，化形成人的赤羽双翼一震，身化赤红流火，在县城上空盘旋。他张口喷出纯阳妖火，将那些浓稠的化不开的邪教失火与红雾焚烧殆尽。然而幽冥长老的手段远不止于此，城中心突然裂开一个巨大的黑洞，3名披着血色法袍的夺心祭司自黑洞中走出。夜神，即便你挡得住邪咒，也挡不住这万民精血汇聚的血魔大阵！聒噪！在本座面前谈何大阵？玄阳公面露怒色，金身法相在这一刻膨胀到100丈大小，如同撑起天地的巨人。他不再保留将积攒的功德神力悉数灌注进震慑神通之中。震慑，诸神黄昏！一股恐怖的精神冲击波以玄阳宫为中心，呈圆环状横扫全城。3名夺心祭司还没来得及启动大阵，便觉神魂如遭天雷轰击，手中法器瞬间崩碎。玄阳宫手起刀落，灵刀划破长空，带起3道紫色的弧光，砰砰砰！3名祭司的手机七气飞起，体内的阴力被灵刀内的煞气瞬间吞噬殆尽。随着祭司的陨落，县城上空的红雾彻底散去，原本疯狂的百姓纷纷软倒在地，陷入了沉睡。天边再次放晴，一缕功德金光自虚空中降下，落入玄阳宫体内。系统提示：任务达成，成功粉碎幽冥神教夺心邪咒，正式开启品阶晋升。玄阳宫感受着体内排山倒海般的神力。幽冥长老，你的这份大礼，本座收下了。待本座闭关而出，便是杀上幽冥地宫之时。在百姓们悠悠转醒的惊呼与感恩声中，玄阳宫带着赤羽与苏清寒化作3道流光，直奔九盘山而去。下蔡县通往州府的必经之路断灵坡，此处地势险要，两侧峭壁如刃，终年云雾缭绕。巡查时，魏长庚一行人正策马疾行，队伍中央护卫着一辆雕刻着镇灵司徽记的金丝楠木马车，车内盛放着加盖了县令公印与魏长庚亲笔保举的敕封奏折，准备乘往州府。然而，当马车行至坡底最窄处时，异变突生。原本明媚的阳光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墨色阴气强行遮蔽，四周的草木在瞬间枯萎焦黑，一道道惨白的鬼影自地下破土而出，利爪如刀，瞬间将数名走在最前方的镇灵司铁骑连人带马撕成碎片。魏长庚面色巨变，铁阵是幽冥神教的死士，方宇号住奏旨。阴风中，一名身披血色大混，眼眶中燃烧着幽绿色火苗的枯瘦老者缓缓踏空而来。他每走一步，脚下便会绽开一朵血色的莲花。此人正是幽冥神教威名更甚于阴阳法王的血海护法。魏巡查将圣女的消息与那野神的底细留下，本座可赐你化为圣教血池中的一具血奴，求死不得，求生无门！血海护法长袖一甩，魏长庚怒喝一声，拼死催动体内残余的法力。金色屏障在血雨的冲刷下摇摇欲坠。方宇手持青色长剑，浑身染血，他劈翻了2名扑上来的幽冥死士。方宇却被血海护法随手一指弹出的血剑射穿了肩胛，整个人重重地撞在石壁上。魏大人，这些妖人是想要断了神君的封神之路，快用血遁符发信！本使今日怕是走不了了。魏长庚猛地咬破中指，在随身的一方白绢上几笔狂草。由于法力透支，他每一笔都带着暗红的精血，自己歪斜却力透绢背。他将白绢塞入一只特制的机关云雀中，点燃了一张极为珍贵的万里破虚符。云雀入云，玄阳宫救我故去！与此同时，九盘山玄阳神宫深处，整座神宫正处于一种奇妙的律动之中。玄阳宫端坐于阴阳混元大阵中心，周身萦绕着素心玄晶演化出的琉璃光泽，以及那一缕象征着官方承认的紫金色国运之气。检测到宿主功德圆满，万民归心，正式开启晋升意象。
从弱小家神晋升为一方辅神。金色的神光直冲云霄，惊得方圆百里的生灵皆齐齐向此方向俯首。玄阳宫原本虚幻的法身在这一刻彻底凝视，每一寸皮肤都流转着如金属般的质感。他体内的子府空间疯狂扩张，那柄黄极灵刀在神力的灌注下，竟隐隐透出一股灵气进阶的宝光。就在他稳固境界的刹那，一只带着血气的机关云雀撞破了神域的禁制，凄厉的鸣叫着落在神台之上。玄阳宫睁眼，血书，未成经遇难，幽冥神教，你们果真是阴魂不散。苏清寒翩然而至，青裙飘曳。神君，清寒愿随君同去，以此残躯引动宿神神咒，压制邪祟血气。属下愿为先锋，烧尽那些地点的老鼠。清寒留守神宫塔管灵泉，赤羽随我出征，感动本座的赤峰使者，本座便让这断灵坡成为幽冥教众的断头胎。玄阳宫跨前一步，他脚下生出一朵巨大的祥云，赤羽化作一道赤红流火紧随其后，两人化作两道流光，在天际画出两道长长的尾迹，仅仅数息时间便跨越了百里距离，降临在断灵坡上空。断灵坡下，魏长庚已是强弩之末，血海护法正狞笑着抬起干枯的手掌，准备给这名巡查使最后一击。受死吧！玄阳功法音如雷，震颤山谷。斩！一道长达100丈的紫色刀芒自9天之上坠落，这一刀不再是单纯的断将，而是辅神位格加持下的混天刀法裂苍穹。血海护法大惊失色，仓皇间祭出本命血幡抵挡，却在接触刀芒的刹那，整杆幡旗便如枯朽木材般寸寸崩碎。受挫之后的血海护法惊恐狂呼：这种神力，你不是家神，你是辅神，这不可能！玄阳宫的身影自云端缓缓落下，金身法相在这一刻辉映百里，他手中的灵刀吞噬了周围所有的邪气，变得幽姿诡异。幽冥地宫，本座自会去拆了。至于你，现在便化为灰烬吧。玄阳宫左手单手结印，武神诏令：9天雷动，5雷绝，万雷平窜。上百道紫色雷霆如瀑布般倾泻而下，邪教徒的惨叫声甚至还没传出，便在这惶惶神威中彻底归于虚无。断灵坡的紫色雷霆缓缓熄灭，原本被血雨染红的天空，在玄阳宫的惶惶威压下，竟如冰雪遇骄阳般迅速消融。山谷间原本凄厉的厉鬼丝毫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神魂震颤的寂静。魏长庚瘫坐在早已化作焦土的官道中央，只是怔怔地看着天空中那尊顶天立地的金光法相。刚才那划破苍穹的万雷平川，彻底摧毁了他心中最后一丝作为朝廷使者的傲慢。辅神，真的是一方辅神？在他身侧，方瑜挣扎着从乱石堆中爬起。我大怀国北部3县，竟真的养出了如此未备的真神！大人，神君于危难中晋升，此乃天命所归。若无神君，今日我等皆已化作血池祭品。天空中，玄阳宫低头俯瞰，紫金色的神目如电，瞬间看穿了魏长庚神魂深处的惊惧与那一丝尚未散尽的贪婪。他脚踏祥云缓缓落下，每踏出一步，四周焦黑的土地竟奇迹般的生出点点绿意。魏巡查，你口中所言的赤峰，本座已经看到了。玄阳宫随手一挥，那份沾满了魏长庚精血的白绢血书自尘土中飞起，悬浮于半空。血书上的字迹感应到神力，竟绽放出夺目的红芒。神君救命之恩，魏某没齿难忘。今日大难不死，皆因神君圣眷。魏某以朝廷从五品巡查之名，兼代司主韩孝大人之权，当场在此赤诚神君。他从怀中颤抖着摸出一枚赤金色的镇灵丝印玺，
狠狠印在那份血书奏折之上。刹那间，大怀国的国运龙气仿佛受此感召，一道细微却极其精纯的紫金气柱自虚空中垂落，直接灌入玄阳宫的法身之中。承天命，顺民意。今由下太玄阳宫斩元神，灭邪祟，救万民于水火。本使正式上表朝廷，册封神君为下蔡护国显圣大元帅，并兼领北部3县护府正神之职，从此世代供奉，与国同庆。玄阳宫的尸海中瞬间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般的金色浪潮，那是一股极其庞大且纯净的信仰之力。检测到宿主获得官方最高等级敕封，大怀国龙气入体，位格彻底稳固，完成成就，名正言顺。由于魏长庚的极度敬畏，信仰反馈翻倍，系统奖励功德值5000点。感受着体内几乎要溢出的神力，玄阳宫感觉到子府中的那柄黄金灵刀也在不断轰鸣，刀身在龙气的浸润下，竟生出了一丝暗金色的龙鳞纹路。灵刀内部的黑蛇刀灵在这一刻蜕变，隐隐有化龙之势。府神晋升详情：魏阁一方府神正式官方编制，辖区范围直接扩张至方圆50里，覆盖下蔡县全境。新功能解锁：神谕万民，封官许愿，可消耗功德值敕封麾下随从，赋予神位。玄阳宫手中的灵刀一横，原本肆虐在断灵坡的残余阴气，瞬间被刀气吞噬得一干二净。魏巡查，你这份大礼，本座收下了。既然本座已得敕封，那这下蔡县的安宁，本座护定了。谢元帅圣眷，有神君坐镇，便是那幽冥长老亲至，也定叫他有来无回。玄阳宫转头看向受伤的方瑜，指尖轻弹，一道充斥着素心玄晶生机能量的绿光没入方瑜肩头。方瑜只觉伤口处一阵清凉，原本难以愈合的腐蚀性血溅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生长。方瑜喜极而泣，重重叩头：谢神君救命之恩，方瑜愿为神君赴汤蹈火，死而后已。玄阳宫看向西北方，那是幽冥神教气息最为浓烈的地方，随后看向魏巡查说道：魏巡查，你且带残部回城休整，将此间战报如实上禀镇灵司。赤羽，随本座去清点这断灵坡残留的邪教妖人。本座要顺着这些血气，找出那地宫的老巢。属下领命。他知道今日之后，他魏长庚将成为这淮南北部最有权势的巡查使，只因他身后站着的是一位真正的镇国公。大怀国州府镇灵司分部，巍峨的玄铁大门透着冰冷的肃杀之气。魏长庚此时已换上一身崭新的巡查使官服，他此时的气息虽然还有些虚浮，但眼神中却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笃定。他疾步穿过重重回廊，来到了司主韩啸的密室前。此时的韩啸正端坐于一张由万年沉香木雕琢而成的太师椅上，手中把玩着2枚散发着淡淡仙气的玉蝉。魏长庚躬身下拜，声音洪亮：司主大人，下官幸不辱命。下官回城途中，虽遭遇幽冥神教血海护法劫杀，但在下蔡护府正神玄阳宫的护佑下，不仅保住了奏折，更全歼了邪教伏兵。韩啸猛地起身：魏长庚，你可知你在说什么？一方府神，我司的分金术绝不会出错。那贫瘠之地，怎会诞生如此畏切的神明？魏长庚二话不说，直接呈上了那份沾染了紫色神力残余与龙气余威的血书奏折。韩啸接过一看，那上面流转的紫金神芒，确实是只有正式获得天地位格承认的府神才能拥有的气息。天地位格，竟真的是府神！幽冥神教谋划圣女煞胎，甚至不惜派出长老真身降临，此事已非你我能压。既然那玄阳宫已成就府神，且愿为我大怀护国，那本司便送他这份人情。传我司主令，
调回镇灵骁骑500，随你返回下泰，助玄阳宫清假幽冥地风。玄阳宫正端坐于神座之上，原本14490点的巨额功德值在系统界面上闪烁着耀眼的金光。系统开启高级强化，我要在决战前将麾下战力提升至极限。玄阳宫目光如炬，指尖在虚空连续点动，战前强化清单：赤羽升级神卫大将军，消耗功德3000，提升其肉身防御。火枪进化为火麟焚天枪，附带神性灼烧。苏清寒修复素心法相，消耗功德2500点，助其神魂与素心真气彻底融合，可在大战中施展群体净化神咒。灵刀进阶龙鳞神刃，消耗功德4000，将刀内黑蛇彻底净化为紫电刀龙，位格晋升为地级中品灵器。赤羽单膝跪地，周身火焰呈赤金之色。谢神君赐法，属下定将那幽冥地宫搅个天翻地破。清寒定当竭力，不让一滴血血浸染神君神袍。3日后，九盘山脚下，原本寂静的山道被震天的马蹄声踏碎。魏长庚带着500名身着玄甲、气息强横的镇灵骁骑如洪流般涌来，于群也带着县衙的精锐弓手与方瑜一同抵达。所有人仰望着山顶那座神辉万丈的玄阳神宫。魏长庚翻身下马，巡查使魏长庚奉司主之命，带大淮兵马归魏，请玄阳显神大元帅领兵出征。玄阳公自云端飘然而落，金身法相在这一刻辉映失灵。他看向魏长庚带回的援军，微微点头，目光投向西北方那片被阴霾笼罩的荒野。邪教乱我社稷，害我黎民。今日本座便带尔等去拆了那幽冥地宫，斩了那幽冥长老。玄阳宫立于祥云之上，赤羽与苏清寒一左一右护卫两侧。他闭上眼，施展晋升为通幽神通，神魂之力如蛛网般瞬间覆盖方圆百里。在他的感应中，在那西北方的枯骨荒原下，一处巨大的负能量漩涡正疯狂旋转，那便是幽冥神教经营100年的老巢。方宇指着前方翻涌的黑雾：“神君，前方就是传说中的千鬼绝地，幽冥地宫就在地底深处，那里常年有幽冥阴兵巡逻。”阴兵在本座面前谈何巡逻？众将士，随本座破阵！当大军抵达枯骨荒原时，地面开始剧烈震动，一座高约100丈、由无数骷髅头堆砌而成的恐怖巨门自地下缓缓升起，正是幽冥地宫的入口。阴森的尸火在大门周围燃烧，成千上万的幽冥死士如潮水般从门内涌出。玄阳野神，你真以为得了朝廷敕封便能阻挡圣教大事？今日这500铁骑与你的神魂都将成为圣教复兴的祭品。本座说你是老鼠，你便是能烂在地里。全军冲锋！赤羽身化流火，率先撞入邪徒阵中。苏清寒挥洒漫天青光，为铁骑加持破邪之力。而玄阳公一人一刀，带头劈开了那道白骨巨门，决战的序幕彻底拉开。枯骨荒原之上，原本死寂的冻土被500名镇灵骁骑的马蹄声踏碎。魏长庚策马居中，指挥着铁骑结成金戈铁马阵，冰封所指，锐气如虹。在他身前，密密麻麻的幽冥死士如黑潮般自门后涌出，咆哮着撞击官府的军阵。镇灵司所属，随本使冲锋。今日助神君捣毁魔窟，立功封爵就在此时。就在两军交锋的刹那，一道紫金色的流光划破黑雾，玄阳公立于云端，手中龙鳞神刃猛然横扫，紫色刀芒化作一道长达100丈的圆弧，将最前方的数百名死士瞬间切为齑粉。赤羽、清寒，随本座杀入中枢。其余人等，清剿余孽。赤羽化作一道焚天烈焰，
火灵焚天枪每一次舞动都带起数十米高的太阳火浪，将挡路的白骨卫兵烧成焦炭。苏清寒则轻裙飘曳，素手轻扬间，漫天青光花瓣落下，伤势瞬间愈合，战力倍增。破开大门后，众人杀入幽冥地宫的主殿。大殿内部空间辽阔的超乎想象，四周石柱上缠绕着巨大的锁魂铁链，每一根铁链末端都吊着一颗跳动的心脏状法器，正不断汲取着下方的血池养分。3名守关的幽冥护法自血池中升起。此乃长老禁地，入者必死。死的是你们！接我一枪，火灵燎原！赤羽身化残影，长枪如火龙咆哮，与2名护法缠斗在一起。他的每一枪都重于千钧，金色的火星在碰撞间飞溅，将大殿石砖融化成浆。苏清寒在后方盘膝而坐，施展素心法相。一尊数丈高的青色神像浮现，法相结印间射出无数道破邪金光，压制着邪修们的血火秘法。魏长庚则带着500骁骑列阵殿外，阻挡着无穷无尽的阴兵之源。方瑜穿梭在乱战中，手中青色长剑精准地收割着那些被神光压制的邪徒性命。玄阳公并未理会大厅的混战，他的目光穿过层层血雾，锁定在殿堂最深处的那方白骨王座上。在那里，幽冥长老正襟危坐，他整个人仿佛与下方的血池融为一体。原本惨白的双目，此时透出令人胆寒的血光。血池内暗红色的浆液如沸水般翻滚，无数冤魂在其中沉浮嘶嚎，其凄厉之声震彻神魂。玄阳宫3名手握龙鳞神刃，金身法相在幽暗的地宫中散发出如琉璃般的紫金神芒，每踏出一步，足下便生出一朵纯净的功德金莲，将四周蔓延而来的污浊血气生生逼退。玄阳小儿，你毁我煞胎，屠我法王，今日竟敢带着这群残兵败将深入地宫，你真当这一方辅神的卫尉能保住你的神魂不没？幽冥老鬼，你以此等丧尽天良之法正道大神身，早已天理难容。今日，本座便以此龙鳞神刃断了你的阴邪之路。幽冥长老猛地挥袍，血池中瞬间冲出9条由浓稠血浆化成的孽龙。这些孽龙张牙舞爪，喷吐着足以腐蚀神魂的暗绿色阴雷，封锁了玄阳宫所有的退路。雕虫小技，这紫金深唇血蟒，旺气破万。玄阳宫施展旺气神通，瞬间锁定了这9条血龙体内阴力流转的核心枢纽。他身形微晃，不退反进，手中的龙鳞神刃爆发出耀眼的紫色刀芒，刀身表面的龙鳞纹路仿佛活了过来。混天刀法，裂苍穹。这一刀快若惊雷，重于千钧，一道数10丈长的紫色半月弧光呼啸而出，不仅精准地切开了9条血龙的咽喉，更将后方的白骨王座劈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好胆！竟已摸到了言出法随的门槛儿，但在本座的血魔大阵中，老夫便是天！长老猛地喷出一口黑红色的本命精血，原本翻涌的血池剧烈收缩，继而一尊高约100丈、背生8臂、青面獠牙的血魔大尊自虚空中跨步而出。这尊法相每踏一步，整座地宫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恐怖的压迫感让远在殿外的魏长庚与500骁骑感到神魂俱颤。玄阳宫法身暴涨，本座身后乃是北部3县万民香火，你这血魔不过是无根之木。玄阳宫身后映射出100丈高的金光法相，法相中隐约可见下蔡县百姓安居乐业、香火鼎盛的繁华景象。众生愿力化作一层灿烂的甲胄，披挂在法相之上。血魔大尊8臂齐振，挥动着由白骨凝成的各种邪兵，每一击都带着崩山裂地之威，疯狂地砸向玄阳宫。玄阳宫毫不退缩，左手施展震慑神通，强行冲击对方尸骸，右手挥动龙鳞神刃，不断格挡反击。紫色雷火与血色魔光在空中交织碰撞，整座主殿在那恐怖的能量余波下石柱崩塌，尘土漫天。
九宫部下，幽冥长老眼中闪过一丝疯狂，血魔大尊猛地张开血盆大口，试图将玄阳宫直接吞入腹中的万魂血窟中。等的就是你自投罗网。通幽，神魂合一。玄阳宫将全部神魂之力灌注进龙鳞神刃中，原本沉稳的灵刀化作一条由纯粹紫电与刀气凝成的紫电刀龙。这条刀龙长达100米，周身鳞片皆是锋利无比的刀刃。它发出一声震动地府的长啸，顺着血魔大尊的巨口直接钻入其体内。不，你的神魂既然能承受圣教邪毒，借由通幽神通，玄阳宫的神魂附着在刀龙之上，在血魔体内横冲直撞。他无视了四周侵蚀而来的阴煞，精准地寻到了长老藏于法相核心的那一缕真魂。玄阳宫，混天刀法，退虚空。刀龙在血魔体内轰然自爆，无穷无尽的刀气自内而外将百丈血魔撕扯成碎片。长老狂吐鲜血，原本阴冷的死气开始疯狂外泄。幽冥长老狼狈不堪，试图遁地逃跑。玄阳宫，你莫要得意，等我回归地宫深处，来日必将你神庙拆尽。你没有来日了，在本座的敕令下，这地宫便是你的葬身冢。玄阳宫立于虚空，周身紫气升腾。他将晋升获得的庞大功德法力悉数运转，引动了那足以净化一切邪祟的终极神雷。仙尊敕令，9天光耀，五光诀，万耀平川。整座幽冥地宫的上层岩壁瞬间被数千道紫色雷电贯穿，每一道雷光都蕴含着煌煌天威。血池在雷火中蒸发，白骨王座化为齑粉。幽冥长老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咆哮，旋即整个肉身与神魂都在雷光中被彻底抹除，灰飞烟灭。随着最后一道雷鸣消逝，地宫内的阴霾被一扫而空，露出了一片原本清静的洞室。玄阳宫缓缓收起已复原的龙鳞神刃。玄阳宫看向众人，赤羽、苏清寒与魏长庚等人看着那立于雷火余烬中的伟岸身影，齐齐跪地膜拜。携手已除，余孽交镇灵司。赤羽，带将士回神宫领赏。末将遵命。随着幽冥地宫的彻底崩塌，笼罩在下蔡县上空近100年的阴霾终于被一扫而空。玄阳宫立于云端，俯瞰着下方满目疮痍却重获新生的断灵坡。500名镇灵骁骑在魏长庚的带领下，对着天空那尊巨大的紫金法像齐声高呼，其愿力如实质般的金色洪流不断汇入玄阳宫体内。此时，系统清冷的提示音在玄阳宫尸海中如仙乐般奏响。丁，检测到宿主彻底平定淮南幽冥之劫，拯救数万黎民免遭血祭，最终结算开始，获得愿力回馈功德8000点，获得朝廷国运加持功德5000点。检测到宿主以功德齐天，开启终极进阶，成就不灭金身，位格晋升为万家香火护国正神。玄阳宫默念：系统消耗全部功德，重塑9盘神域，永镇淮南。随着玄阳宫的一声敕令，整座9盘山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方圆50里的神域再次向外扩张，直至覆盖整座州府。9盘灵泉之水化作道道神虹，洒向世间。凡是受过幽冥邪气侵蚀的百姓，皆在瞬间痊愈。玄阳神宫内，一座高于万丈的纯金神像拔地而起，神像脑后悬浮着巨大的阴阳功德圆环，那是他身为护国正神的位格象征。魏长庚伏地长拜。贺神君，不，贺护国大元帅。
金身大成，保我大怀国运，万年长青。玄阳公立于神台之上，看向身旁这两位随他征战四方的伙伴，他指尖轻点，两道浓郁的紫金神气没入赤羽与苏清寒体内。赤羽，你本为山间飞鸟，随本座护道至今，今封你为九盘巡天将军，巡视四方邪祟。末将领命，定教邪祟若敢入我神君之冲半步。苏清寒，你本为宗门圣女，因祸得福，重塑道期，今封你为素神神域掌教，负责教化万民，传承素心一脉。清寒定当竭力为神君广布信义，守护苍生。多年以后，下蔡县刘家村早已成了闻名天下的朝圣圣地。曾经的野神庙，如今已是宏伟的玄阳正殿，香火之盛，连京城的皇室都要岁岁供奉。玄阳宫不再轻易显化肉身，但每一个行走在淮南大地上的生灵都知道，当黑夜降临时，只要心中默念玄阳二字，那柄带有紫电龙气的灵刀便会斩断一切梦魇。玄阳宫独坐于九天神座，俯瞰众生。穿越至今，本以为只是求个长生，没曾想，却成了这万家香火的归处。他已不再是那个一穷二白的野神，而是这片土地上永恒的守护者。金光漫天，玄阳宫的身影彻底融入了那浩瀚的众生愿力之中，与山河同在。